我是一个上班族，工作日的早上7点，我的 iPhone 12 mini 的第一个闹钟会响起，我会把它按掉，睡一个回笼觉。早上7点半，第二个闹钟响起，按掉之后，我拔下手机的充电器，穿好衣服，走到厨房，吃一个简单的早餐。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会用手机打开新闻软件，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。7点50，我开往公司。我的手机会连上车上的 Apple CarPlay， 通过车上的显示屏给我导航，同时 Apple Music 也会给我播放音乐。8点30，我到达办公室，打开公司的电脑开始工作，手机会连上座位上的充电线。有时候不在工位时，我也会使用手机上的 App 收发邮件。12点，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工作，我会步行到马路对面的餐馆吃午餐。去吃午餐的路上，我会掏出手机给 Emma 打个电话，问问她一上午的生活。饭后回到工位，我开启下午的工作。3点15，茶歇时间，我会用手机看看朋友圈，或者背背英语单词。5点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我拔下手机充电器，开车，手机给我导航和播放音乐，回到家里。到家之后，我会和 Emma 弄一个简单的晚餐，然后出去散散步，聊一聊一天的生活。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有趣的画面，我也会掏出手机把它们记录下来。10点30，我把手机连上床头的充电线，进入梦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天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拿到这台12 mini 也已经差不多4周了，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4周以来我使用 iPhone 12 mini 的一些心得和体验。那说到12 mini， 第一点绕不开的肯定就是它的手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 mini 的特点嘛，就是非常的轻便轻巧。确实是这样，当我习惯了它的手感和重量之后，有时候我现在拿起 Emma 的11 Pro，就像握了一块砖一样，就感觉特别的重。由于12这一代所有的手机都回归了直角边框的这么一个设计，所以我也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吐槽说它的手感有些个人。这点对于我来说，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。一方面是由于可能它比较小，所以比较难有这种个人的手感。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给它买了一个皮套，给它买皮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12 mini 握在手里面就太轻太小了，就有种玩具的感觉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然后给它加个皮套的话，可以增加一些握持的手感。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之前以为，如果给它戴上这个 MagSafe 的皮套之后，就可以在车里面配合我的磁吸式的车载架使用了，但是发现还是不行。也感谢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告诉我，由于因为它的这个磁吸是一个圆圈式的，所以可能还是需要配合苹果官方出的那个车载架来使用。但是我查了一下，那个价格有些贵，所以我目前暂时不会考虑。如果真的后面发现实在是需要它，可能我才会购买。那讲完了手感，我现在想说一下它的性能。其实性能也没有什么好说，大家都知道 A14 芯片的加持，让12 mini 无论运行任何的软件和游戏都是游刃有余，完全不会有卡顿的感觉。这其实也是我对于手机性能的追求，我不愿意因为追求小屏手机而放弃它的性能。虽然说它大部分时候性能对我来说可能是有那么一些过剩，但是我就是希望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性能，这样在任何时候我对它的性能有任何一些高的要求的时候，它总是在那儿可以及时的胜任。12 mini 对于这一点可以完全满足我对手机的需求。第3点不得不谈到的就是它的显示效果了。虽然它的屏幕变小了，但是正得益于小屏幕，反而让12 mini 在12这一整代系列的手机里面拥有最高的 PPI， 显示的效果是非常的细腻。
我记得在我刚拿到手机的前几天，每次我打开屏幕都忍不住从内心赞叹一下，这显示效果实在是太细腻、太温和了。跟我以前使用的 iPhone 11一对比，就感觉以前的11屏幕简直是一个渣渣。然后我还想谈一下 5G， 其实我拿到手机之后就立马申请把我的 SIM 卡开通了 5G 功能，但在平时的生活中我其实并没有用到它。主要也有好几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墨尔本5G 网络的覆盖还没有那么的全面，可能只有在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火车站啊、商场啊一些地方会有比较好的5G 信号的覆盖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虽然5G 的速度飞快，但是对目前的我来说，4G 的速度也完全够用了。因为我拿手机主要也是看一些新闻、收发一些邮件，并不会有一些比较大流量的这种需求，所以4G 的速度是完全 OK 的。第三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，说如果你把5G 网络关掉的话，手机的续航可以得到一些的提升。那刚刚提到续航，其实今天我想着重讲一下12 mini 在续航上的一些表现的情况。因为我相信这也是对于大家来说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可能有很多朋友他们迟迟犹豫纠结，没有下单12 mini，也是在考虑电量和续航这一方面的原因吧。我想说的是，12 mini 的续航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手机中，绝对是算不上优秀的。也有很多人抱怨，在亮屏使用了5-6个小时之后，它的电就快见底了。但是我还是想说，它对于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，绝对是一个足够支撑你使用1天的手机。因为我相信你无论是在开车，或者说是在上班以及下班的路上，你都是有机会给它充上电的。而且我相信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也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随地都在用手机玩游戏或者刷新闻、刷微博之类的。因此，电量撑过1天完全没有问题。即使是没有电了，如果你有机会给 iPhone 12 mini 充上电，半个小时也可以充回将近50%或者60%的电量，也足够你继续支撑使用好几个小时。所以如果你迟迟没有下手购买的原因，只是因为考虑它的续航和电量，那我想对你说，这绝对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上班族使用 iPhone 12 mini 4周以来的一些体验。还是和我在12 mini 开箱视频中说的一样，如果你是一个对小屏非常执着的人，那12 mini 绝对值得你入手，因为它在手感、性能和显示上面的优势，可以完全让你忽略掉它在续航和电量上的一些劣势。而且我相信对于我或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其实这个续航也称不上是一个劣势。对于我来说，12 mini 唯一的一个缺憾可能就是它不是12 Pro mini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观点有点意思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关注、评论或者一键3连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。